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边边。今天说的片子叫《逃离循环》，听名字就知道是像恐怖游轮一样无限循环类的高智商烧脑片。电影一开场，男主角小白在地铁上看着自己手上一个无穷大的符号发呆，然后顺手施舍了流浪汉一块面包，正所谓好人有好报。回到家以后，小白就发现老婆怀孕了。提前剧透一下，孩子就是他的，没背绿。但是小白却并不高兴，因为他们两口子在帮赵日天贩毒，最近打算私吞毒品卖钱，远走高飞，连火车票都买好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哪还顾得上要孩子？小白就哄老婆去找自己当医生的老爸做产检。老婆刚出门，小白就带上毒品，打算丢下老婆自己跑路，还打开DV给老婆录了个留言，假惺惺的说到了外地会给老婆把他的那张火车票寄过来。火车票呢？小白这才发现2张火车票都已经被老婆拿走了，他连 DV 都没关就出门找老婆，然后在十字路口撞上了老婆，老婆脸上有伤，看到小白非常吃惊，还说自己亲眼看到小白被赵日天打死了，这盘录像带里就录下了证据。小白才没工夫听老婆扯淡，拿了火车票就往家走，然后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，把小白的老婆撞死了。小白渣到什么程度呢？为了避免惹祸上身，小白居然装作不认识老婆，他来到了医院想借老爸的车跑路，发现老爸刚好在给自己打电话，老爸给小白看胎儿的照片，但是小白满脑子想着跑路，根本没往心里去。老爸很生气，拒绝借车给小白。小白下楼以后发现老爸也在楼下，而且态度突然转变，又同意借车给小白了。车上的油不多，刚好开到了十字路口的车祸现场。小白捡起了老婆掉在地上的录像带，回到家以后先听了2段电话留言，分别是老爸的和老婆的。然后小白开始看录像，发现这就是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关的那个 DV 录下的。小白一直快进到自己回了家听电话留言看录像的地方，居然和小白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同步。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小白继续快进，发现赵日天带着他老婆上门，并且开枪打死了自己。紧接着真的响起了敲门声，没错，进来的正是绑架了小白老婆的赵日天。小白向赵日天求饶，并把锅全部甩给了老婆。赵日天一枪打死了小白，抢走了毒品。小白的老婆趁着赵日天把尸体藏在浴缸的时候，拿着录像带逃走了。赵日天就跟在后面追。等小白老婆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又撞上了小白。看到小白非常吃惊，还说自己亲眼看到小白被赵日天打死了。没错，现在已经开始了循环。小白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所以有点懵逼。那我们就把现在的小白叫做懵逼小白，刚才死掉的小白叫做渣男小白。然后赵日天也开着白色面包车赶到，又把小白老婆给撞死了。懵逼小白尾随赵日天来到了洗车房。赵日天看到懵逼小白以后，比他还懵逼。你他妈不是已经被我开枪打死了吗？2个人扭打在一起抢手枪，结果懵逼小白开枪打死了赵日天，但是并没有拿走毒品和手枪。他再次来到医院，发现因为循环时间好像倒退了，老婆没有死，正在给自己打电话。2人聊到最后不欢而散。懵逼小白下楼，发现楼道里有打斗的痕迹，看来老婆又被赵日天绑架了。懵逼小白回到家门口，发现赵日天和老婆以及另外一个自己在屋里，在门口见证了自己被杀。等赵日天追着老婆出门以后，懵逼小白来到了浴室，发现浴缸里的那个小白还没死透。他对着懵逼小白说，都是咱们老婆的错，只有离开他才能活命，然后就咽气了。紧接着画面的色调突然变暖，尸体也消失不见了，看来又开始了新的循环。为了区分，我们把现在这个小白叫好人小白，从渣男小白进化到懵逼小白，再进化到好人小白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小白在经历一系列的生离死别以后，逐渐从一个自私自利的渣男变成了一个爱老婆的好男人。好人小白出门找了辆摩托车就往十字路口开，可惜晚了一步，再次见证了老婆被赵日天撞死，以及渣男小白说自己不认识老婆的一幕。好人小白又来到了洗车房，躲进了赵日天那辆白色面包车的驾驶室里。原来赵日天之所以失手被懵逼小白打死，就是因为看到了驾驶室里也有一个小白，一天之内连续看见3个小白，当时就吓傻了。等到懵逼小白走了以后，好人小白从车里出来，带上了毒品和赵日天的手枪，又来到了医院。这次时间倒退的更早，找到老婆的时候他还没开始打电话呢。好人小白带着老婆去找老爸，告诉了他自己帮赵日天贩毒的事，还说如果自己遇到危险就把这些毒品交给警方。看到儿子洗心革面，老爸非常欣慰，所以同意把车借给了小白。这也就解释了第一次循环时老爸的态度为什么突然转变。好人小白把胎儿的照片撕成2半，作为再次相见时的信物，只有拿着另一半照片的小白才是值得信任的好人小白。小白又一次回到了家，赵日天又一次绑架了小白的老婆找上门来，小白又一次被赵日天打死，并且把尸体藏进了浴缸。等小白老婆和赵日天离开以后，懵逼小白又一次进了浴室，好像一切都跟之前的循环一样，但是这一次好人小白根本就没有中枪，原来他提前在衣服里藏了一块铁板挡住了子弹。好人小白对懵逼小白说，这个世界上只需要有自己1个小白就够了，你们这些不爱老婆的渣男都去死吧，然后就打死了懵逼小白。最后小白赶到十字路口，救下了差点被车撞死的老婆，而赵日天则发生车祸扑街了。小白带着老婆准备远走高飞，去过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2个人在地铁上拿出了胎儿的照片，居然对不上。是小白拿到了，这他妈一惊一乍的，吓我一跳。看来似乎是一个大团圆的 happy ending， 但是接下来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小白老婆在小白的手背上画了一个无穷大的符号，小白看到对面有一个流浪汉在啃面包，这他妈不就是电影开场的那个乞丐吗？吓得小白赶紧转头看，然后电影就结束了。小白到底看到了什么？电影并没有交代，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很有可能他看到了施舍流浪汉面包的自己，也就是说小白依然没有逃离这个循环。难道说每次循环都是小白老婆画的符号造成的，为的就是让不爱自己的渣男小白都去死，不断淘汰，只留下一个真正爱自己的小白。所以浴缸里那个小白临死之前警告另一个自己，离开老婆才能活命。真相到底如何？相信大家看完完整电影会有自己的判断。拜了个拜。